别西卜，一位热衷研究异形的实验狂魔，他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奇怪的生物。巨大的培养皿中的怪物突然睁眼破管而出，伸出锋利的手臂砍向别西卜。别西卜纹丝未动，怪物的手臂在瞬间断裂，嘴里喃喃道：“太脆弱了。”怪物害怕的哀嚎两声，扭头就走，却在入口被一个浑身机甲的神秘人捏碎了脑袋。神秘人吐槽别西卜又在做这种恶心的东西，他掀开面具，赫然就是被波塞冬杀死的二哥阿达马斯。肉体苦难，鸡血飞升。阿达马斯问别西卜，制作出传说中的第6天魔王，他到底想做什么？别西卜阴沉一笑，他只想要做出能杀掉他的东西而已。这么阴沉，肯定一个朋友都没有。别西卜冷漠的回应：“你不是也没有吗？”两个没有朋友的神相顾无言。阿达马斯扯开话题，问他怎么不看决斗。别西卜觉得毫无意义，因为他根本无法想象哈迪斯落败的样子。这一点，阿达马斯难得和别西卜达成一致，冥界之王绝不会败北，毕竟他是希腊4兄弟中的长兄。人类因为秦始皇的领先而欢呼不断。春夜摸着春游的头，满脸自豪，这可是他们的王啊！哈迪斯承认，始皇帝的确配得上王的称号，正因如此，他也要作为冥界之王全力回应。在始皇帝惊骇的目光中，哈迪斯居然举枪捅进了自己的胸口，随后忍着痛苦将胸膛彻底划开，一瞬间鲜血四溅。阿瑞斯吓坏了，还以为哈迪斯脑子坏掉了，但宙斯却笑了。他的兄长是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神明，为了胜利做出再大牺牲的在所不惜。哈迪斯一脸愉悦地张开双臂，在血雨中下哼起了个波塞冬一样的歌声。他用鲜血抹开头发，脸上露出了必胜的微笑。划开胸膛的痛苦同样被传达给了始皇帝。他不明白哈迪斯为什么要让自己承受如此程度的伤痛。浑身浴血的冥王再次发起了攻击，始皇帝吐出气团击中哈迪斯要害，却见哈迪斯身后往后一仰，气的流动居然被他轻松化解了。原本突刺的动作瞬间急坠而下的劈砍，恐怖的力道让始皇帝只能闭气锋芒。如果能知道击中的位置，那终究只是空气大而已，只要能将气的流动稳定下来，就不值一提。阿瑞斯恍然大悟，哈迪斯浑身浴血就是为了封印始皇帝的波流龟吗？赫尔墨斯表示，哈迪斯的血能做到的可不止这些。只见哈迪斯的长枪上浸满了鲜血，而他自身的气也全被转移到了长枪之上。哈迪斯的血被称为普鲁图的不朽之血，被注入血液的神器将寄宿哈迪斯的生命能量进一步成为更加强烈的神器，但武器中的生命能量一旦耗尽，哈迪斯就会死。长枪一阵扭曲变形，最后形成了一把枪尖极长的神器——宿命之4血枪，将全身力量灌注于枪尖之上。冥王朝着始皇帝挥出致命的一击，尝尝这招吧，人之王！蕴含着恐怖力量的血枪朝始皇帝突刺而来，始皇帝用手背接下攻击，然而还没等他使出成立天凤，还忍着枪头击碎手背的护具，削掉了他2根手指。在始皇帝不可置信的目光中，他的半边护甲都在瞬间被击得粉碎，恐怖的劲风将他身后的地板粉碎。始皇帝倒飞出去，滑出数米远才堪堪停住，肩头被硬生生削掉一块肉，左半边身体都变得鲜血淋漓。哈迪斯长枪直指始皇帝，作为弟弟的大哥，他是绝对不会输的。对众神来说，哈迪斯是怎样的存在？因为能将双叉枪运用自如，哈迪斯经常被视为压倒性的物，但那却并非哈迪斯的本质。他是众神不敢直称其名讳的冥界之王，同时也是众神最信赖的神明。这件事还要从巨人之战爆发时说起。在宇宙最强决战泰坦之战中，宙斯打倒了父亲克罗诺斯，称霸希腊神界，但是创世神盖亚却不承认这件事，并率领天神界最强种族巨人族大举入侵神界。于是巨人之战爆发了，巨人族以压倒性的力量让希腊神界陷入绝境，就算身为战神的阿瑞斯都身受重伤。尽管奥林匹斯神们奋力御敌，但战况依旧不容乐观。希腊主神召开紧急会议，阿瑞斯都觉得再这样下去，奥林匹斯被攻破都只是时间问题。阿达马斯大笑着问身为主神的宙斯该怎么办。宙斯嘿嘿一笑，当场暴衣捶碎了会议桌。还能怎么办？干就完事了，就让他们众神尽全力将敌人彻底击溃吧。宙斯兴致勃勃地去干架。然而就在会议结束后，哈迪斯却突然收到消息，泰坦神族正集结于奈洛，开始大举进攻。在冥界的最深处，有个被死亡与黑暗笼罩的神明的牢笼，趁着巨人之战的混乱，被囚禁于奈洛的泰坦神族爬出塔尔塔罗斯深渊，准备联合巨人族对神界发起夹击。而距离他们进攻的天界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面对弟弟波塞冬的询问，哈迪斯什么都没说。之后大战开始，漫长的战役之后，希腊众神赢得了巨人之战的胜利。波塞冬却始终没发现哈迪斯的身影，他这才知道哈迪斯为了阻止泰坦神族的进攻，
冬已经只身前往冥界了。浑身浴血的哈迪斯面对着成堆的泰坦尸体，坐在废墟上哼着小曲儿。见到波塞冬来，他就知道巨人之战是他们赢了，将自己的兵力全数作为援军派出，不告诉任何人就独自出征。波塞冬就觉得哈迪斯太勉强自己。哈迪斯表示，守护弟弟是他这个做兄长的职责，他向波塞冬发誓，他绝不会输给任何人，因为他是他们的大哥。哈迪斯疲惫的躺倒，话虽如此，这次的确是太勉强了。波塞冬这时笑着朝哈迪斯伸出了手，叫了哈迪斯一声兄长。哈迪斯欣慰不已地握住弟弟的手，这还是波塞冬第一次称呼他为兄长。众神高呼着哈迪斯的名字。巨人之战中独自阻挡了泰坦神族入侵，拯救天际美云危机的冥王是绝对不会辜负他们的信赖。但对于哈迪斯如此在意兄弟这件事，赫尔墨斯个人有些无法理解。而就在此时，阿达玛斯走了进来，阿瑞斯当场被吓得屁滚尿流。但除了他，其他两人对这位已死之神的出现却丝毫不觉得意外。阿瑞斯一个劲儿的害怕地往赫尔墨斯身后躲。阿达玛斯的存在不是被波塞冬消灭得一干二净了吗？原来波塞冬当时并没有下杀手，只有赫尔墨斯接到哈迪斯的命令，将阿达玛斯送去给别西卜医治。而波塞冬当然也知道这件事，而且对方如果是真的想杀阿达玛斯，连一片灰烬都不会留下。奥林匹斯13神阿达玛斯确实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冥界的新神阿达曼丁。看着赛场上的兄长，阿达玛斯解释了阿瑞斯的疑惑。哈迪斯重视兄弟们的原因完全没有，仅仅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兄弟无比的深爱而已。哈迪斯的一击终于击破了始皇帝铁壁的防御，神命运无不震撼于冥王的强大，连神奇都能贯穿，这就是泰坦神族的力量。阿瑞斯感动得痛哭流涕，多么高贵的身姿啊！不愧是希腊神界的长兄。始皇帝被击穿的盔甲的瞬间消散，这可不是普通的盔甲，而是女武神的一部分。一连脱生意味着女武神要奉献一切，绝不可能全身而退。亚尔维特的肩膀同样被洞穿，始皇帝向亚尔维特道歉，都是因为自己的错才让他受伤的，但是对自己的伤却毫不在意，比起他人的痛苦，自己的痛无论多少都能忍耐。观战的日本团觉得始皇帝万事休矣，空气弹被封印之后，现在连左肩膀都受了伤，连成立天凤都用不了了，也就是说能够对抗冥王的招数已经没有了。哈迪斯压倒性的力量已将始皇帝逼入了绝境，始皇帝当然知道这样下去他没有胜机，他要在下一击中倾尽全力。亚尔维特一愣，气呼呼地让始皇帝说清楚一点。始皇帝灿烂地笑了，他无论如何都想赢啊。亚尔维特也会心一笑，王就是这么任性啊。他表示会将自己的力量毫不保留地给予始皇帝。盔甲再次变形，最后凝结成一把握在手中的长剑，神罗凯修改始皇勾践剑，最强的防御即是攻击。始皇帝提剑做出攻击的姿势，他是王中之王，王的骄傲是守护人类。哈迪斯也认同对手是高贵的王，他同样提起长枪，要将始皇帝的心脏吞噬殆尽。背负着众神的骄傲，投身厮杀冥界之王，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人痛苦，为了人民而战的起始之王，只有王才能了解王的心思。两位王者同时预感到胜负将近，双方摆好架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冲向对方。鲜血引领着曙光撞上始皇焰战，恐怖的冲击力从两人之间爆发而出，但勾践剑却被猛地反弹回来。面对摧枯拉朽而来的四血枪，始皇帝根本没有躲避的时间，他只来得及避开要害，那骇人的攻击瞬间便轰在了他的身上，整只左臂被齐齐削下。始皇帝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冥王的一击最终还是凌驾于人之王之上，始皇帝拼尽全力的攻击都没能打倒哈迪斯，在场的人类都心生绝望。亚尔维特失落地跪在始皇帝身边，却见始皇帝欣喜地瞪大着眼睛望着天空，星星就在他的眼前。紧接着，始皇帝用剑强撑着自己站了起来，观战的人类哭喊着让他别再站起来了，他已经打得够好了。但始皇帝咬着牙，坚定的手摆出了攻击的姿势，王不惑，王不屈，王不依，王永不放弃。